《藏海传》中的场景真正做到了与演员对话，给观众无声的旁白。场景制作非常精良，充分体现了中式庭院、中式园林、中式建筑之美。这一期我们盘点一下《藏海传》中盛大的中式传统建筑美学，从元素细节到建筑样式，我们简单的跟大家交流一下。因为篇幅实在有限，那视频的最后还是会给大家推荐一些相关的栏目和书籍，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细品。那我们先说一些元素啊，第一个窗，为什么要先说这个呢？因为我们经常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那窗在宅院当中就相当于宅院的眼睛。窗是我们传统建筑当中最重要的构成之一，一窗一花，尽是乾坤。那通常会提到的一个词叫窗棂，也叫棂花，就是这样的窗格。随着不断的发展，造型也多种多样。它不仅仅有实用性，每一款窗棂都承载着不同的吉祥寓意。比较常见的这个里面的网格纹，代表了方正、守正、处处正直之意。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剧里面的每一个宅院的窗棂设计都是不一样的。大家印象比较深刻的就应该是藏大人府上的这个海棠纹样式，它代表着吉祥平安，也是古人非常喜欢的一种样式。窗棂样式特别多种，大家如果去到故宫或者是苏州园林等处，随处都可以看到。每一个造型都有不同的寓意，比如常见的万字纹、回字纹、冰裂纹，还有三焦六碗、步步锦、灯笼锦、咕噜钱等。除了用在了居室以外，窗也用在了剧中的园林和庭院当中。比如这种空窗也叫洞窗，多用于墙面，或者是这种格扇也是落地长窗，是窗的样式之一。不仅仅有很好的通风作用，也起到装饰和框景的作用。那说到框景，正好我们说第二个元素门。在《藏海传》里面，我们基本上看到的是园林里面比较常见的洞门，也是传统中式园林中最常见的内院门。那框景成画是古代园林中一个非常独特的造园手法，就是用门、窗或者是山石等选择性截取远处或者相邻区域的优美景色，形成一幅完整的构图画面。这个和摄影的取景器有一点类似，同样的景色框起来之后，别有一番滋味。那门当然也有不同的造型，比如说常见的海棠、葫芦、花瓶等等，每一款都代表了不同的寓意。那第三，我们说一下屋檐上的一些元素。斗拱我们就不说了，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榫卯结构，是我们中国古建筑的重要构件。细节还有瓦当和滴水，是起到保护飞檐和美化的作用。圆形的是瓦当，弧形朝下的叫滴水，既实用又美观。学界有秦砖汉瓦的说法，汉代出土了大量的瓦当，就非常丰富。我们在各个博物馆也会看到很多不同时期的瓦当造型和图案。刚才的画面放大，这个位置的东西叫做垂花柱，就是宋代的营造法式里面提到的虚柱，造型也非常的多样，常见的有莲花、牡丹、石榴，还有人物等等。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叫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大门就是指家宅的正门，二门说的就是这种垂花门，也叫内门，所以通常它也是有区分内外的含义在。那我们接下来说一下剧中出现的螭吻和脊兽，屋檐正脊两端的造型就叫做螭吻。这个是我在23年永乐宫展览上拍到的非常漂亮的螭吻，它是正脊和垂脊之间衔接的非常重要的位置，它可以让殿顶更加的牢固严密。那脊兽呢，我们经常有一句话叫五脊六兽，就是从这儿来的。这个飞檐上的小兽越多就代表着这个建筑等级越高小兽的排列也是有一定的讲究和寓意的。我们传统建筑看等级，屋檐就能看出来非常多的门道，屋顶的制式、琉璃瓦的颜色都是地位高下的直观的说明书。好，说完这些元素，我们说一下剧中出现的古代建筑的样式，也就是建筑类型。大家经常见到的有亭台楼阁、宣泄廊坊，每一个都不一样。
像八公子和香案图聊天的这个地方，在枕楼的对面啊，应该是在一个亭子里。那亭一般都会建在水的旁边，供大家去欣赏周围的风景。一般是有顶无墙的开放式建筑。那楼是2层以上的大型建筑，比如说剧中非常重要的场景之一枕楼。还有藏海在学艺的时候搭建的这个模型，它的原型就是山西的鹳雀楼，我们中国的4大名楼之一。我们非常熟悉的那句诗“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王之涣的登鹳雀楼。阁，剧中出现的这个场景叫八辉阁。阁其实是一种小楼，它是4面开窗的，它比楼更加的轻巧，能够很好的欣赏到四周的风景。一般也是会建在一些高处，可以望远。我们有一个尊称叫阁下啊，也跟这个有关系。好，我们下面说一下廊。廊在我们中国古典建筑、古典宅院、古典园林当中是一个实用性非常强的存在。它的功能就是可以遮阳挡雨、交互连通，而且还能起到分隔空间、增加园林趣味的作用。廊也有很多种其中有一种比较特殊的，就是既是桥又是廊，就叫桥廊。大家都说《藏海传》是越看越有确实是这个满满的细节、满满的诚意甚至都不管我们大家是否能够看得到剧中的平津侯府是耗时半年搭出来的一个实景，它也参考了宋代的工笔画《唐宫七夕乞巧图》。这里面的一梁一柱一榫一卯样式排列都是严格遵循古制，也将中国古建筑的筋骨之美展现得淋漓尽致。这些传统的营造技艺蕴含了我们深远的思想和观念，也形成了我们独特的审美意象和文化内涵，这个是刻在我们 DNA 里的认同感。又录了好长时间，最后还是给大家推荐一些相关的纪录片和书籍。纪录片有《中国古建筑》、传世古建、园林、故宫、颐和园、大明宫等等。书其实有很多大家选择合适的就可以。藏在木头里的智慧、中国建筑史、建筑中国、林徽因讲古建、梁思成古建筑手绘赏析。好的作品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面分享。好啦，不管是看剧也好，还是看书也好，我们一起共同进步。